为什么说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为什么一个民族的兴衰仅和当傻子有关？在今天的读书分享中，博洋先生大胆而直接地挑战了我们对历史的传统认知。他将用5个独到的观点解开中国社会发展背后的深层困惑。这是一场直面内心、毫不留情的自我审视。我们一起穿越历史长河，剖析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却又深深束缚我们的酱缸文化。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人生文学与历史，这是博洋于1981年8月22日在旧金山史丹福大学历史系的讲稿。本报几经辗转才取得录音带，特别砍出一箱读者。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现在我要介绍博洋先生和各位见面。博洋先生昨天晚上才从凤凰城赶到旧金山来。博洋，主席，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真是非常荣幸能够在加州的最高学府之一史丹福大学和各位见面。我是这样的兴奋，当我在从凤凰城到旧金山的飞机上，就想象今天和各位见面的情况，我那时的心情和现在的心情印证起来完全一样。在我来讲，这是一个很荣幸而传奇性的遭遇。今天主席给我出的题目太大了，我觉得很不敢当。在纽约时，接到李玲瑶女士的电话，告诉我这个题目，我非常感谢，但是我感觉到我不能胜任。前天我在凤凰城，翟梦斌先生在电话中再提醒我，这样一来，我不但感觉到不能胜任，而且非常惶恐，因为我没有资格讲这么大的题目。我之所以接受，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份勇气，我愿意就这个题目提出我自己的感想，就是中国5000年的历史，它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在没有开始正题之前，我愿意报告另一个感想，那就是印第安人，也就是美国的主人，真正美洲的原居民，他们给我的印象。我参观过印第安人的废墟，也参观过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也曾经和印第安人碰过面。虽然时间这么短，交谈那么少，但是印象却十分深刻。尤其是有一次在开尔费时，我去附近40分钟车程的一个印第安人废墟，看到了印第安人的手工艺。他们现在的手工艺和600年前的手工艺比较，无论是形式或者花纹，编织的手法和所有的材料，简直完全一样。由这件小的手工艺品上，使我想到和了解到他们目前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命运。我们不能想象这么一个伟大的历史悠久的民族会在美国政府给他们的保留区内苟延残喘。印第安人本身的遭遇和他们悲痛的历史，他们被欺骗、被屠杀、被羞辱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自己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们的反应令人沮丧。我认为印第安人目前面对的不是经济或道德问题，而是灭种的威胁。我不是一个预言家，不是一个算命先生，我只是用我自己的印象和一般朋友告诉我的种种事迹作为根据。各位，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再过100年、500年、1000年，或许长，或许短，印第安人总有一天要灭种，因为他们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固然他们目前有他们的保留地，他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侵犯他们，但是这个保留地是美国政府的，也可以说是白人赏赐给他们的。当然，在理论上，在感情上，我们可以说那不是赏赐，那是印第安人自己争取来的，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故土。但是如果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的，不是诗的，而是理性的话，就知道这点保留地出自美国白人的恩典，也可以说出自美国白人的赎罪态度。所以假如有一天美国人口增加，需要那些保留地，我想印第安人的下场将非常凄凉。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民族的覆亡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和他们的文化的停滞，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得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有一个朋友说，这不可能，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又这么多。
我想这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假如说5000年历史就可以保证一个民族不灭，不晓得根据什么理论。宇宙苍茫，5000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人类还要生存5000亿年呢。和5000亿年相比，5000年所占的时间是个很短的比例，还有人口的多寡，也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当初欧洲人第一次登陆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口也非常的多，远远超过白人。这种情绪上的懵懂使我非常难过，觉得我们中国人是不是遇到一些问题了。一个很突出的困惑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中国不能强大？我们具备了各种强大的条件，那么一定是促使我们不强大的条件远超过促使我们强大的条件。虽然我研究历史没有师承，是用土法炼钢的那种方式，不过我确实很认真地炼钢。现在我把土法炼钢的心得向各位报告一下，提供各位一些参考，并且请各位指教。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故事，美国有家公司派他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到欧洲考察，考察了几个月回来之后，向他的公司当局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欧洲无论在技术方面、管理方面都非常的落后，比不上美国。这份报告大概写了100-200页，呈送到董事会，董事会立刻通过一项议案，把这个职员开除。董事长说，我们教你去考察的目的是教你去发掘欧洲的长处，不是教你去发掘他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用不着你发掘，不需要你提醒。我们需要的是了解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才可以改进。我们不听自我歌颂的声音，这种声音听多了会使我们麻木陶醉，会使我们的产品质量降低，会使我们的公司倒闭。这个故事我们说它是个寓言也可以，不过无论如何，这故事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所以我今天所要报告的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长处，而是探索妨碍我们中华民族进步，使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能强大起来的原因何在。刚才午餐的时候，几个朋友谈起求学的事情，大家都在忧愁，孩子都要上大学了，要交很多钱。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怎么困难，总要让孩子上学。有些民族就不见得是这样子，各位的眼界要比我开阔得多。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不必再提了，因为人们提的太多，而且我们不提它，它还是存在。所以今天的报告只谈我们中国人的缺点，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第一，中国虽然有5000年的历史，但5000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一直到公元前2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就是在刘邦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叔孙通制定的这个朝仪，使帝王成为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甚至很恐怖的权威。大臣朝见皇帝时，有卫士在旁边监督，任何人态度不合乎规格，像偶尔抬一下头之类，就要受到处罚。这样的改变使得君王远离人民，给人民保持一段距离。但是在皇帝手下，大臣们总还有一个座位。到了10世纪宋王朝，连这个座位也开始消失，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是一个很小的变革，但它象征的意义很大。那就是说，君和臣、官和民距离愈拉愈远。到了14世纪的明王朝，人性的尊严更受到彻底的伤害。谁也没办法想象一个君王会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么仇视。明王朝建立了一种君父观念，君就是父，也就是说，皇帝就等于你的父亲。这种观念一经建立，所产生的流弊无穷无尽。其中最可怕的表现之一就是廷杖，上至宰相，下至小民，只要管辖你的家伙认为你犯了法，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来，就在金銮殿上或公堂上，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加以拷打，把你打得皮破血流。
这种廷杖制度，这种君父思想的结合，使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使中国人的人格几乎摧残殆尽。中国人唯一保持自尊的方法，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不喊出声音。常常有坚强的官员，当他被打的时候，痛苦地在地上摆动头部，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却拒绝喊叫。这是那时代人们唯一办得到的，可是却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层面。我们常常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民族，到目前为止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好几次，凡是侵略中国的民族最后都被中国同化。好比说最早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的时候，他变法革新，采取中国的方法治理国家。又好比满清，走的是拓跋宏同一条的路。这两次外族对中国最大的侵略，最后都是中华民族得到了胜利。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我们最后固然吸收了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中国文化，继承了中国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中国文化中最糟的部分，所以结局也只好最糟。吸收中国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的民族和我们中华民族共同堕落。例如北魏皇帝拓跋宏宣布，鲜卑人不能讲鲜卑话，一律都要讲中国话，而且要改成中国姓氏，然后采用了中国封建制度和宫廷制度，更采用了中国士大夫门第和门阀制度，这些是北魏以前没有的。他们原来是荒原上的游牧民族，心胸开阔，尊卑之间的距离也非常微弱，而现在却人为地加以破坏。听众提问，请问什么叫廷杖？博洋，廷杖就是打屁股，四个宦官把趴在地上官员的四肢伸展开拴起来，然后用麻袋把头套住，有两个宦官按住大腿。当皇帝宣布廷杖100时，那么就打100。通常廷杖不能超过100，假如超过100，就会死于杖下。那些执行廷杖的帮凶会察言观色，假如皇帝只是恨你，并没有杀你的意思，那么打100-200下也不会致命。假如皇帝一定要置你于死地，那么即使30-40下也可以把你打死。普通情形下，官员或小民在接受廷杖时，往往用行贿的方法，实行时听起来声音很大，看起来很痛，但不至于死，即使血肉横飞，也不至于伤到筋骨，也就是说光是痛不会毙命。他们这些人都受过训练，他可以用一张纸包满稻草，一直打到稻草都碎了，纸却不破。这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可以把你打得表皮看不出伤痕，而事实上里面的筋骨都已经断了。在廷杖制度下，人性尊严完全被摧残。14、15世纪，欧洲已经是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却在实行廷杖，使人叹息。我们再回来讲刚才的主题，蒙古是个非常奇怪的民族，侵入中国之后，对中国文化采取抗拒态度。90年之前，他们怎样来到中国，90年之后也怎样地离开中国，对中国文化没有受到一点感染。满清政府建立之后，继承的是中国大黑暗时代的明王朝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对新的政权有一种腐蚀作用，以致清王朝虽有那么强大的武力，但经过100年的政治腐蚀，到了最后一发不可收拾。人权观念被这种悠久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势力一天天地摧残，简直几乎泯灭，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保留完整，假如说有保留的话，也只有如鲁迅先生说的阿 Q 精神，那就是只好在情绪上满足自己，而不能在真正内心上获得充实。我想情绪上的满足和内心上的充实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到你家里拜访，看到你的屋子这么漂亮，主人学问这么高，我佩服你，羡慕你。回去之后我会想，我要努力工作，有一天我要像你一样，有那么好的学问，住那么好的房子。假如我走出房子就说，住那么好的房子，谁知道他的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希望他明天就一场大火烧个精光。我们民族心理上长期受到压制，只好用这种情绪使自己平衡。第二点要报告的是，中国5000年历史只有3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
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的生活方式同时并行。第二个黄金时代应该是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大帝的贞观之治，到唐明皇李隆基在位中期，不过100年左右。第三个黄金时代应该是17世纪60年代到18世纪60年代清王朝中叶。中国5000年历史中只有这3个黄金时代，其他的4000余年呢，几乎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有战争。西方有位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证实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每年都有战争。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一样。我自己也曾做过这种统计，而且写一部《中国历代战乱编年史》初稿，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是每年都有战争，但以中国为单位统计和以世界为单位统计意义完全不一样。因为世界地方太大，中国和世界比较，中国就太小了。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公元前2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在这么小的版图里，如果每年都有战争，而且还只是有记载的战争，没有记载的战争还不在我们统计的范围，可看出中国的动乱非常可怕。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战总有30-50年，由政权的争夺到政权的安定又要20年左右，然后政权再腐败，反抗力量再起，大混战重新到来，陷入治乱相叠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甚至永远地生长在贪污、混乱、战争、杀戮、贫穷里面，所以中国人始终没有安全感，总是觉得惶惶不安。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又有这么大的国土，中国人的心胸应该磅礴四海，非常开朗才对。只因为长期的贫穷、杀戮、猜忌，使得我们的心胸反而十分狭窄，只求今天能过得去就可以，明天的事情怎么发生我不知道，战争要绵延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战争影响水利，水利工程被破坏之后，接着来的是大旱灾，旱灾之后又是大蝗灾。这样的旱灾、水灾、蝗灾赤地千里，在历史上人相食3个字不知道出现过几十次几百次。我们认为我们是高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发生这种人吃人的野蛮行为呢？实在是我们的灾难太多了，而且患难也太久了。不必说国家民族，就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苦难受得太多，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我坐牢要出来的前几天，一个官员叫我，告诉我说，报告一个好消息，你要出去了。我说吃什么豆腐？那官员说，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能骗你吗？我要求他拿出证明给我看，因为我相信的太多了，受到的欺骗也太多了，每一次都失望。一个在患难中太久的人，他就有不相信好消息的权利。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太久的折磨，人们认为一个新王朝来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几乎没有一次不落空。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建筑而外国有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料做的，它会腐烂掉。我认为这不是原因，原因是一个新的王朝兴起之后，就会用一把火把它烧掉。清王朝留下来的那么好的阿房宫，可是项羽认为那是民脂民膏，那是暴政，所以放了一把火。等过几天呢，他自己也盖了一个，再过几天呢，又来了另外一批人，又说你这是民脂民膏，是暴政，又把它烧掉。这种不成熟的情绪就足以造成长期的贫穷，使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建立，中国人的心胸没有办法开阔。有一句格言说，多难兴邦。我们先要了解，格言都是情绪的，在一种特定的条件下，它才是真理，它不是科学的。难如果太多，就没办法兴邦。对格言一定要有认识。比如说哀兵必胜，那可不见得，哀兵失败的很多。一支大军最后被消灭，哪一个不是哀兵？像迦太基对抗罗马，到最后几乎全国结兵，可以说是一面哭一面打，最后还是被罗马消灭了。哀兵不见得获胜，多难也不见得兴邦，而是说多难必须恰到好处的时候才能兴邦。而中国呢，
就是太多难了，所幸多难还没有多到把我们消灭的程度，但是已经多到使我们失去灵性。第三，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所谓的官场。官场来自科举制度。有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日本吸收了中国全部文化，他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吸收过去，小至榻榻米、木屐，大至政府组织、政治制度等，却有一点没有吸收，使得日本后来明治维新时能够一下子强大起来，而没有造成阻力。这一点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但也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官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蜘蛛网，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进入了盘丝洞。中国官僚有它的特征，他们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也绝对不是领袖，他们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变，官场不变。所以满洲人统治藏人、蒙古人、汉人，都分别针对那个民族的弱点。对藏人呢，用喇嘛教，把喇嘛请到北京来，当成大爷，激进恭敬之能事。对蒙古人呢，用婚姻手段，把所有的皇女公主都嫁给蒙古王子，他们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把那些小王子从小养在宫廷里，叫我舅舅了，叫我公公了。等你长大以后，怎么可以反对你的舅舅公公呢？满洲人的皇女公主绝对不嫁给汉人，他们统治汉人的方法就是科举。他们知道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做官。我有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把你的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不效忠皇帝，皇帝换了他还是做他的官，他也不怕国家灭亡，亡了国，只要你给他官做，他还是做他的官。于是花花世界只不过是官的发威场所，自然形成了相互非常复杂的关系。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一本《官场现形记》的书？这是一本分析中国官场结构的书。你不要用文学的眼光去看这本书，而要用研究社会问题的眼光去看这本书。因为官场的这种关系建立，使得我们中国的人际关系更趋微妙。我想各位在美国这么久，是不是发现美国的人际关系比中国的人际关系要单纯得多？中国有句话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处得好不好。有出京戏，沈头祠堂，有一个法官，另有一个陪审官，另外还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寡妇，她的丈夫被谋杀了。在审判中，她抱着一个人头在哭。如果这个人头是真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可以了结；如果是假的话，这个案子发作起来会牵连很大，要死很多人。陪审老爷喜欢这个美丽的年轻寡妇，这个女子也向他暗示她可以嫁给他。于是这位陪审老爷就坚持这个人头是真的。那位女子一看可以结案了，表示不愿意嫁给他了。这位汤老爷马上又坚持人头是假的。我们中国人永远就在这种官场关系里，是非不明的反反复复，一会儿人头是真，一会儿人头是假，到底人头是真还是假，谁都搞不清楚。官场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困扰，我想在座的各位专家学人，很多曾经回国做过事，或是将来可能回国做事。我想你遭遇的困难不是工作的本身，比如说你要造一个原子炉，如果你根本不会，那么这是属于工作上的问题。可是你要造原子炉缺个螺丝钉，管理螺丝钉的这个人呢，他请假出去了，他感冒了，当然要请假，总不能说不准感冒吧。可是事实上他不是感冒，而是打麻将去了。他为什么去打麻将呢？那是因为你跟他的关系搞得不好。你的原子炉造成造不成跟我有什么关系？原子炉造成或者是爆炸了，我一点也不在乎。如果你说国家受了伤害，受伤害就受伤害，我还是照样做我的官。这就是官场警官，这种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病态，一直维持到国民革命军北伐，也就是1928年。可是军事北伐，政治南侵，事实上是官场的毒素南侵。本来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是非常纯洁的，不过一旦卷在官场里面，就变得非常复杂。
复杂到一个健康的人不能承担的程度，于是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就变得跟强力胶浆糊一样，一旦粘上，想脱也脱不掉，想甩也甩不掉。我不晓得各位回国之后有没有这样的发现。举个例子来说，假如你回国，朋友请你吃饭，如果你胆敢回绝的话，那友谊从此就一笔勾销。这就是官场的习性，人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的扭曲。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他需要这种官场的关系呢？因为这样才能使他的官位更加稳固。我有个朋友回到台湾去，一些不相干的人请他吃饭，吃饭之后就托他带些东西到美国来。这并不是他有意跟你做交换条件，而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因为吃过一餐饭之后就变成朋友了，朋友就要互相帮忙。官场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造原子炉，这原子炉很危险，是不能碰的东西，可是他会认为我们都是朋友，碰一下有什么关系？往往一个人在当官之前跟当官之后变成了两种人，这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说一个人的官性太兴旺的时候，人性就消灭了，他没有人性，而只有做官的官性。必须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人性才能恢复。在这里加一句，在中国他们党提出论党性不论人性，也就是党性大于人性。好，继续回到这本书。因为官场的存在，使得中国对于做事的方法有特别一套，使我们文化发展的轨迹经常脱离方向。第4点报告，我觉得孔丘是个很伟大的人物，知识渊博，而且富有同情心，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从孔丘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更非常深远，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的说，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对进步的。儒家这个儒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礼所用的司仪，因为他了解祭祀程序，遇到国家重要典礼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人提供意见。这种人在本质上当然是崇古的，那个时候没有新兴的礼乐，必须用古时的礼乐。为了维持他的饭碗，必须先维持他的职业的稳定，所以他必须崇古。我们不用崇古这个不好听的名词，但可以说他们非常保守。这种精神在中国造成坚强的保守意识，而中国社会在这种意识之下，因而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因而也没有了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朋友有的时候谈起美国，很抱歉，我又在各位老美国面前班门弄斧，我想我姑妄言之，各位姑妄听之。好比有人讲到美国的种族迫害，对印第安人的无情杀戮，对黑人的虐待，对中国人的歧视。我曾参观过安琪儿岛，看到中国人留下来的字和残酷的诗句。美国的这些缺点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坏。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改正的能力，有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假如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伟大，充满了活泼的生命。美国以前也有把人吊在树上的，可是现在没有了。美国以前对囚犯用过水牢，可是现在在逮捕人的时候，他们会把宪法第几条念给他听。美国有错误，有偏失，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却没有这个能力，长久的崇古、不求上进、保守，使这个能力丧失。在历史上，商鞅是法家思想，他变法把秦国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在未变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子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不准父母子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公元前4世纪，到现在2000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物的下场，
祝贺中国人的进步。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的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子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实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100%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10%的利益，只要有5.5%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比如说你现在要从史丹佛开车到圣荷西，我认为你不可以开车去，因为汽车可能出车祸，你应该步行去，因为力不实不开车。这样的看法你怎么说吧？而且开汽车还要先学开车，浪费时间。在街上你不撞人，人家也会撞你。如果步行，既可以节约金钱，又可以增进健康，而且没有危险。各位听了我的话，明天是不是就步行不开车了？事实上，只要55%甚至51%的利益，我们就应该变。要求100%的利益永远不可能。昨天晚上，几位朋友谈到汉字拼音化问题，有人讲这样毛病，有人讲那样毛病。当然有毛病，天下哪有没有毛病的改革？有的是情绪上反对，有的是理论上反对。可是假如你要它一变，就得到了100%的好处，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怪事。因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才使盗贼横行。假如一直不变的话，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就会保持到今天。各位，这种人真是妨碍中国进步的毛贼。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包括效果亦十分显著的木役法。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提出反对，司马光马上翻脸。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也不效忠国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是一个官场混混罢了。第5点是，太多的人口害了中国。此时因为换录音带，录音中断了一小段时间。改朝换代的内战之后，接着是人口大量增加，又重新恢复悲惨，战争、杀戮、死亡。有人说美国这个地方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假如美国人口增加10亿，把中国大陆的人口搬过来，美国就有12亿了。你看会有怎样的情况？人口问题是很重要的，如果中国要想强大，人口一定要拼命减少。有句话说，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馍。馍就是馒头、面包。在过去的时代，人多的确好干活，而现在呢，人口多了没有用，100个人不如1台计算机。人少好吃馍，这句话倒是一个很简单的真理。以各位的家庭收入，养2-3个孩子，还能维持中等以上的生活。如果一下子你不小心生了200个孩子，生活怎么维持下去呢？生活费、学费、衣服费等，用什么开支？中国人口太多，贫穷太深，官场太厚，竞争太厉害。这些原因使我们中国人呈现一种现象，就是脏、乱、吵和永不止息的内斗。中国人讲起话来来势汹汹，使我们丧失了礼貌。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人问我对美国的印象怎样，我说我觉得美国是个礼仪之邦。又问我中国是不是礼仪之邦呢？我认为中国绝对不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是这么粗野，几乎随时都准备给对方一个迎头痛击。各位一定可以发现，中国人很少面露笑容，是不是因为灾难太多，痛苦太多，忧愁的时间太长，使中国人笑不出来？所以我觉得美国是个欢愉的民族，至少我所看到、所接触到的美国是一个非常快乐、善良、乐于帮助别人的民族。而中国人比较忧虑，总是充满了敌意，非常担心自己的利益，于是我们成天惶惶然，为了自我防卫而虎视眈眈。有人说美国有种族歧视，
当然有种族歧视，事实上不限于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种族歧视，但是美国至少包容了我们，不但包容我们的人，也包容我们的没有礼貌、脏乱吵和不停的内斗。以上是我的一点心得，毫不隐瞒地提出来，也是我来到美国考察回来后向各位董事先生所做的忠实报告。我们的优点不必再说了，因为说来说去它还是存在，不说它也不会跑掉。我提出我们的缺点，这样才可以使我们自我反省。这些缺点已经非常严重，在我们的酱缸文化里，我们面临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应该怎样的反应呢？我略微报告我的意见。这些问题，如果它是问题的话，我们最重要的反应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也就是由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么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洛克菲勒的儿子到新几内亚去探险，被土人吃掉了。这件事发生之后，台北报纸报道来，很多人说有福不知道享福，要是我就不会去。这次我在凤凰城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住了5-6天，主人的16岁女儿 Margaret 到洪都拉斯去帮助当地人，使他们了解用眼睛卫生的常识。洪都拉斯的卫生与中国相比的话，要比我们还差，当地非常脏，以致这个女孩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有一头猪跟她睡在一起。我在那里的时候，她恰巧服务结束，回家向她妈妈报告，眉飞色舞地说，明年她还要再去，因为那个地方太贫穷落后了，需要去帮助他们。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我们中国人也许会想，要是我的话，我才不去呢。可是那个美国妈妈却夸奖她的女儿，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有爱心，以她女儿能够为别人献身服务的表现引为骄傲。她并不是向我表示她的爱心，我又不能给她官做，也不能给她股份，我在她的眼中不过是落后民族的一员，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相形之下，中国人就聪明得多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假如是单对单，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但是如果是2个人以上，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是天生的不会团结。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比如现在有2个圆形物体，必须用刀削成2个较小的方形，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而只削别人的，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干了。这样怎么能团结？中国人是太聪明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还拼命地讲价钱，多赚了5块钱就心花怒放。就是这种情形，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中国人不够宽容，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就会被人骂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竟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竟然敢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你去做了，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不然的话，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日渐没落。有句俗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见的人不自私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不要靠政府，也不要求别人，只是从自己做起，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总结我的意见，我们不要把人际关系搞得那么复杂，先从自己开始，从自己的孩子开始训练起来。比如美国小孩子在自助餐桌上，妈妈告诉他，吃饭之后要把东西收拾好，弄干净，放在那里。这种教育应该从本身开始，从孩童时代开始。我们应该把这种训练当作一种起步和一种里程。中国人的美德多得很，可惜都在书上。我们希望这些美德都能出现在我们的行为上，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办到。今天我报告我自己的意见完了，占用的时间太多，还请多多原谅。
多多指教。后续是问答环节，和主题无关的问答，这里没有分享出来。听众 A， 博洋先生刚才提到封建制度摧残人权的问题，您提到的明王朝摧残人权，其实西方情形也差不多。我想西方文化也是同样经过君主专制的洗礼，为什么能够产生后来那种个人自由主义的人权观念？为什么中国就不能产生？一直到今天，主席，停一下好吗？你的问题已经超过了2分钟。博洋，这不是讨论，这是考试。不过用不着考，我已经是博士，是绿岛博士。可惜我没有能力答复你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没有能力了解为什么西洋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一样。文化的产生是逐渐的，这2种文化在最初没有交集和沟通，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每个文化都按照各自的模式去发展，个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往往被一个很小很弱的因素使它转变方向，但我们不晓得这个很小很弱的因素是什么，或是在什么地方。听众 B， 我想就这位先生所提的问题向您再请教。刚才我听您的演讲，得到以下这样的感想，觉得您对中国文化的结论是这样下的：因为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过去是一个专制的文化，有一个专制的政体，因此今天社会上才会演变成这样一种风气，也就是官场风气。因此我想刚刚这位先生的问题还是可以解释出其中的道理，因为你认为既然有了专制政体的大前提在，因此才产生这样的风气。既然2个文化都有同样的历史传统，为什么今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依照您的结论来看，似乎结果应该一样。我也许是乱代替伯老的结论下个标签，我想您的结论是文化遗传论。记得荣格曾经说过，文化是可以遗传的，如果人的老祖宗持有怎样的观点，子孙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过去有专制政体，即使我们今天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可能还留有过去文化的专制因子。荣格从心理学的立场提出这样的论点，但今天有很多人却认为大有问题。第二点，听了您的讲演，使我们过去非常乐观的年轻一代有点难过。以我来讲，可以说是年轻的一辈，是新生代的一员。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在整个社会风气和思想方式上一定要和我们的前辈不一样。比如说我今天并没有做官，我不能保证我将来做官是不是变成只有官性没有人性，但我觉得有一天我到了那个场合，我相信我的官性仍然要比过去的人要少一点，人性还要多一点。但是您今天这样一讲的话，我觉得和我的想法不太一样。谢谢您。博洋，我想我只是讲历史事实，因为时代和环境的转变，教育的导向，现时代可能不再会那样，而且我相信您的诚心，也相信您做得到。听众 B， 我想您的诠释也许跟我的不太一样。博洋，我要强调一点，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西洋的专制政治在广度和深度上差异很大。西洋历史我还没有开始念，不过我觉得有所不同。比较起来，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1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2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2条腿。中国不但跪2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我想中国的专制内涵，专制的程度恐怕跟西洋不一样。我看过法国路易14的一幅油画，路易14很伟大地坐在当中，大臣坐在旁边，皇后也坐在旁边。这种情形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中国的大臣一定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跪在下面。听众 I， 我有一个要求，请问您关于简体字，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博洋，我赞成简体字，而且更赞成应该进一步改成拼音文字。昨天晚上很多朋友聚在一起就谈到这个问题，不过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因为反对拼音的人心里有一个结，这个结必须解开。拼音文字太需要了，比如说打电话，我问贵姓，我姓刘，这刘字怎么写吧，在电话上恐怕没办法讲清楚。我说你去查字典，你也不敢肯定第一次就查到，甚至查第2、第3次都查不到，查得你火冒三丈。
过去我们责怪古人没有标点符号，不能断句，看起来简直不懂。各位读过原始没有？蒙古人的名字像冰糖葫芦一样，简直分不出有几个人。现在虽然有了标点符号可以断句了，但方块字的最大缺点更呈现出来，那就是既不能格字又不能连音。不能格字就是即使字认识也看不懂，不能连音，方块字像一排念珠挂在那里，我们要费很大的力气组合才能弄清楚。好比说我从马来西亚来，马来西亚应该连，跟最后一个来字之间应该格，否则的话马来了，西亚来了，如果一个孩子名叫西亚，问题就大了。今天打字这么快，计算机这么快，都不是方块字可以胜任的。我一直向往，我桌子上有一部中文打字机，能使我打出中文稿件，不再做爬格子动物。不过汉语拼音化并不容易，主要的是我们有心理障碍，认为我们用 ABCD 是英文字母，拼出的是英文。其实不是，我们要了解，这个 ABCD 就是中文字母，拼出的字就是中文，就不至于有被同化的屈辱感觉。是的，他们是中文，是华文，不是英文，也不是德文。假如说用 ABCD 拼出来的就是英文的话，德国人可能会被气死，法国人也可能会气死。文字完全是工具，就好比车子，你买了就是你的，他买了就是他的。其实假如拼音文字今天就实行的话，第一个先饿死的就是我，因为我就是靠方块字吃饭。但是我觉得自己的生命很短，政治的理由也很短。民族文化非常重要，那是太重要了。尤其各位在美国，你会发现第二代孩子们会讲中国话，但不会写中国字，那么难，你怎么教他？就好比说中国的国字怎么写，怎么填到那个方块里去，要认识这个字，除了死记以外没有他法，以致孩子们呐喊我恨死中文。这还不能使我们猛醒，我们不要增加我们民族向前迈步的困难，应该大家脚步向前，不要自己为自己加一个脚镣，加一个手铐，不要为老祖宗活，不要为过去活。为什么为他们活？应该为孩子们活。拼音化之后，古书看不懂就看不懂算了，现在并没有拼音化，你还不是看不懂。过去的事，老祖宗的事，交给几个人，让他们去庙堂里打扫。我们不要为祖宗活，要为孩子们，为下一代，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活。假如中国有一天忽然爆出冷门，威震世界，中国人一咳嗽，地球就发抖。中国话可以成为世界语言，但中国字绝对无法普及，所以必须改成拼音。今天我讲中国这么多缺点，有人听了一定很泄气。我觉得我们应该听的正是这些，而不是优点。假如我们讲我们的美德，我们的聪明，最后我们还是不能够受人家尊重，我们自己也不能自尊。要知道，中国人的灾难不仅是中国人自己的灾难，也是全世界的灾难。一只小船沉下去就会沉下去，一只大船沉下去，引来的漩涡会把附近的船都吸引下去。日本人为什么来侵略我们？只怪中国不争气，引诱他动手。我觉得我们应该自救。自救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知道自己的缺点。假如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整天去想得意的事，恐怕有点像贾宝玉意淫。听众 J， 我常听到两个成语，一句是以不变应万变，另一句是报喜不报忧。您有什么看法？博洋，以不变应万变，我不敢有意见。报喜不报忧，我想这是官场特征。听众 K， 美国人，您今天的演讲的题目好像是专门说中国人的坏话，我想请您也说说美国的坏话。就您所看的书及您在美国所看到的事，您觉得美国有什么地方应该向有5000年历史的中国学习？博洋，关于美国人的坏话，美国人自己已经讲得太多了，这是我非常羡慕的地方，因为美国有自我平衡、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力量，自己有错的地方都自己讲出来，自己能接受，自己能鉴赏，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能。你要是和中国人讲美国人好，人家就说你为什么不是美国人，不把鼻子拉高。有人讲这是崇洋媚外，我觉得崇洋很好嘛，有什么不好？不但要崇洋，而且要彻底的崇洋。我如果有权利，
我一定规定每个人不重阳不行，哪一个人不是从头到脚都是阳？而且各位还住在美国，而我还住在台湾，我觉得这是醒悟不醒悟的问题。我们应该把人家的好处一条条地列下来，好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学。我们如果希望像美国一样强大，我们就需要向美国人学习。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至少美国的邮政就坏，投递既慢而又经常放假。但我们也应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假如美国是那样，它就僵化了。听众 L， 博洋先生是一个博士，是一个病理学家。他今天说我们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应包括博洋先生自己在内。今天他说的话，把我们5000年的历史说到坟墓里去了，不能使我们唤起民族精神。这一点我今天来听，觉得很遗憾。我觉得中国受了封建思想的余毒很浓厚，再加上儒家思想。假如我们把儒家思想转变成法家思想，从人治转变成法治，建立法律制度，就会弥补过去的许许多多的缺点。因为过去都是人存政存，人亡政息。假如我们今天建立法条，你该做几年就做几年，不要去破坏它。我今天是个厨子，如果我要我的儿子也继承做厨子，这便是儒家思想造成的祸患。我们希望博洋先生告诉我们怎样去治这个病，我们不能放弃。您说重阳，在座的许多中国人并不见得在美国就重阳，这一点希望博洋先生谅解。这一点您错了，这是我的一点意见。我希望博洋先生讲的5000年文化，不至于在5000年后仍充满了封建、廷杖、官场。希望从今后能改革，从人治变成法治，走向光明的未来。博洋，我跟您的意见完全一样，追求的也完全一样。听众 M， 在大学时，我读过博洋先生的一些作品，觉得博洋先生喜欢用讽刺、泼辣、尖酸的笔法来揭发社会上不合理的现象。今天又听到您讲中国人的这些缺点，我们心里的感触很深，觉得很痛心，很泄气，很难过。但我觉得这就好像看病一样，病已经看出来了，就要对症下药。我不知道博洋先生作品中是不是能告诉我们如何去面对这些。另外，我想请教博洋先生谈谈台湾文坛的情形，推荐一些好的作品给我们。您比较欣赏哪些作家？博洋，我先说第二个问题。陈映真、王拓、三毛、袁琼琼、陈明帆、杨庆玉都是第一流的，不过我看的并不多，因为我的眼睛在坐牢时受了伤，没有办法集中看小字。台湾的报纸字又特别小，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推荐我太太来答复？张香华，博洋忽然给了我一个难题，不过我坐在这里一直在想另一个问题。因为我刚才一位先生说，博洋今天讲的话使我们丧失了民族的自尊，我想就我的了解，把他的意见解释一下。我想博洋的意见并不是说我们国家一点前途一点希望都没有，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自我反省。他讲重阳，这是一个事实，重阳这个名词应该看怎样理解，是看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物质的享受，重阳已经是非常明显。不过我想他刚才有句话没有讲得很清楚，而在别的地方讲演时却十分强调，那就是我们崇洋但不媚外。我们承认美国比我们强，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但我们不需要去祈求他，不需要用自卑的方式，用自怜的方式来生存，而是怎样改进，怎样想办法很快地超过他们。我想这是博洋心里的话。很抱歉，我擅自做一补充，因为我整个思想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博洋，关于李玲瑶小姐问到该用什么方法，我想到一点，我提出来都是一些病态的东西，我想大家都很难过，我自己也很难过，因为我们当初听到的中国是很光荣的，像朱元璋，他是民族英雄。后来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别人正跟蒙古人作战时，他在后方却扩充地盘，抄别人的后路，最后更篡夺政权，完全为自己打算。等到别人把蒙古人打得一塌糊涂，把在中国的蒙古人的精力完全磨损之后，朱元璋却坐收其成。发现这件事之后，我是那么沮丧。我想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
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假如连缺点错误都不承认，又怎么改革，怎么进取？过去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发现缺点，简直就没办法活了。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会承认自己的缺点，自己的错误的。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我们也有检讨，但检讨的结果都是因为自己太好了，所以我们一直受人家欺负。今天被张三欺负，明天被李四欺负，后天被王五欺负。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有能力来检讨自己，不要抱怨，不要总是专讲别人。在台北时，有对夫妇吵架，找我评理。丈夫凶巴巴地说，他太太不爱他。我就说，如果想叫人爱你，第一个条件必须要自己可爱。如果自己不可爱，怎么叫人家爱你？如果自己要别人尊重的话，必须自己先有被尊重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骂一骂就可以得到，也不是喊喊口号就有用。假如此地不可以随地吐痰，可是你总在这里吐痰，教人怎么尊重你？小便要到洗手间去，假如在大街上随便撒尿，又叫人怎么尊重你？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有被尊重的先决条件，一定要知道我们不如别人的地方。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一认错就会被认为是崇洋。是的，为什么不崇洋？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汽车、飞机、眼镜、理头发的方式、房子、刮胡刀，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我也喜欢吃土鸡。洋鸡没有人吃，不好吃就没人吃，洋鸡也没人要，只要好的就会有人要。但中国人的神经出奇衰弱，一提到崇洋就是媚外，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假如有一天美国人通通抽鸦片烟自杀了，我们总不会跟进吧？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最大最基本的要件。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后果都一样。印第安人老说是白人杀光了他们，把白人恨入骨髓。只有恨有什么用？自己复兴才对。你不能复兴，白人将来可能杀得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不要抱怨任何人，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其次，承认我们的错误之后，承认自己的缺点以后，才有复兴的可能性。只怕承认了之后，有些人自己的神经先行崩溃。听众 N， 请问博洋先生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有一位专栏作家，名字叫包可华，台北联合报经常有他的遗作，他的风格和您的有点类似，您对他的观点如何？第二个问题，这种风格目前在国内是不是允许存在？我相信这是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水平很高的文章，我已经20年没看过这样的文章了。不知道今天国内的情形怎样？博洋，今天在台湾，人们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像包可华式的文章在台湾非常流行，我想我的作品和他的并不一样。有两位作家倒跟他很相似，那就是潘荣礼和可颇，他们用包可华的方式写得很好，有些也很尖锐，也没有听说为他们带来什么困扰。主席，如果大家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今天的座谈会就此结束。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这本书的人生文学与历史这个章节，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